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幸福到万家，赵丽颖，我庆幸你是个坏女孩。传统意义上的好女孩是什么样的？听话、懂事、成绩好，不给家里找麻烦，能为家里提供丰足的财产，遇到事要忍着。好女孩的标准太多，缺失了哪一项都不能称得上是好女孩。赵丽颖饰演的何幸福不是这种好女孩，她固执、倔强、坚韧，敢以一人之力挑战传统理念的权威，敢薅书记的儿子，敢为了真理与正义不顾婚姻的去留。在这部剧里面，赵丽颖简直坏透了，她成了村民口中眼中的怪物。何幸福从小生活在万家庄这个贫穷且落后的农村，是家中长姐，为了负担起妹妹的学业，初中毕业便开始打工赚钱。和村里祖祖辈辈的女人一样，她为了家庭、亲人、爱人需要牺牲自己受教育、追逐梦想的机会，早早进入社会，承担起好女孩应有的责任，养家、照顾弟弟妹妹。结婚后便顾着相夫教子，伺候公婆，做饭、农活、家务一样不落下。在这种既定的生活轨迹里，何幸福本该一步一步的踏实享受着这样的生活带来的幸福，但她却要孤注一掷成为那个能改变世界的人。村书记的儿子万传家带头婚闹，而被闹的就是何幸福的亲妹妹。说是婚闹，实际上是打着婚闹的幌子进行的猥亵与侵犯，这一幕幕着实气人。更气人的是，村里人对此见怪不怪，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好。村民说，让他们闹呗，越闹越喜。甚至连婆婆都说，人家来闹是给咱们面子。可何幸福不认这个理，为了救妹妹，踹门、砸人，把村书记的儿子给开瓢了，并义正言辞地要求道歉，给个说法。这个要说法一出，几乎是全村震惊，所有人都劝他算了，别要说法了，别不识时务了，家家都这样，怎么你就非要不一样呢？这种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的强盗逻辑，要求何幸福就算是遇上了这茬侮辱的事，也应该三缄其口，默默承受。若他听信，真是与村民都成了一体，妹妹受辱暂且不说，又何尝能保证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？那样又何尝不是默认强权优渥，百姓卑贱？因此，何幸福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要书记儿子道歉的压力，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周围那铁皮一样的观念固化。在万家庄，人人都怕书记，敬书记，书记就是正义。无论是婆婆也好，亲妈也好，大家都以一种过来人的身份为何幸福讲道理，企图把那些延续了很多年的规矩再度移植到她身上，说服她要顺服。但她不怕，在她的潜意识里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有错就该道歉。于是她上门和村书记面对面硬刚，哪怕这个书记影响着他们一家人的命运。丈夫不理解，险些要离婚。何幸福在他们眼里有点不安分守己，是个坏女孩。何幸福的婆婆曾教育她，女人不都为了这个家活着吗？你的任务是培养孩子，等孩子出息了，好坏对错就都轮着你说了。逆来顺受的生活在婆婆和村民眼里就是女孩的归宿，这是遵循人情世故与世俗规矩的最好体现。他们或许也曾叛逆，但最终被生活磨平棱角，硬抗又能怎样？没有好日子过啊！这短短几句话，道出了女性境遇的辛酸与无奈。曾几何时，在何幸福看来，农村就挺好，做人不能忘本。但在娘家墙上却不难发现有幸福参加省级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奖状。她曾是学霸，又没有机会走进大学，实在让人惋惜。她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，使得自己在前20多年经历的人生中，
未曾见识过更广阔的世界，更谈不上什么理想。若不是遇上这些泼皮的事情，她应该是和婆婆一样，过着顺其自然的生活，按着既定的生活轨迹，一直活到死去的那一刻。但骨子里和幸福是自我且独立的，因此在老家惹事之后，她才会逃到城中躲避，踏踏实实从保洁工做起，不嫌弃工作累，工资低。终于通过勤奋的学习和积极的争取，她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保洁干到了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前台，实现了工资的增长。不仅如此，因为帮助公司签下大客户，她还拿到了9万块钱的提成奖励。和幸福的勇敢无畏，让她拥有了很多敢的可能。她的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回到农村，并没有安心在家做一个小媳妇，而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和人脉，在农村开了一家客栈。她得到了村书记的支持，通过开民宿、做特产、搞合作社，硬是把村里的人都带得富裕起来。和幸福太坏了，她有点也不像那些人印象里的好女孩的样子。3. 好女孩与坏女孩有明显分隔吗？没有。那种存在的标准是人为的刻板印象。在现实社会中，循规蹈矩才是好，抽烟喝酒蹦迪挑战男性权利都是坏。固有的观念里，女孩柔弱娇气，男孩阳刚勇敢。但花木兰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巾帼不让须眉是存在的。赵丽颖自己本身的故事也是一个坏女孩的成长历程。她出生于农村，专科学历，非科班出身，却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与奋斗获得金鹰女神奖等奖项，成为屈指可数的流量明星。她不坏吗？不，她坏透了。更早之前，赵丽颖透露，1年365天，她大概在剧组待300天以上的时间。记者问她：“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我正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所以不会觉得累，也不觉得辛苦。因为喜欢，所以值得。”她的坚韧意志能够打败许多意识里面的男性所谓的刚强。也许当一个女孩没有伞的时候，她奔跑起来的时候，比男孩不在话下。我真庆幸她是个坏女孩。